这可能是5万以内啊，在国内市场你能买到最性能的骑行机器了。KTM Duke 790的平替，春风800NK。这辆车最大的特点啊，就是它发动机跟车架呢和790 Duke 基本是一套的，但是价格要低很多啊。像低配版的是46980元，高配版49980元加3000啊，会多一个感应钥匙、智能化大仪表、钛齿双向快排。我个人觉得这3000还是挺香的。虽然说它俩差不多同套车架和发动机，但是800NK跟790是长得不太一样的。790给我的感觉呢，就是那种瘦但是能打，那这辆车呢，就有点壮了啊，特别是这个油箱有种健身房待过的样子。还有就是这个头啊，应该争议性也蛮大的，样子呢是外形的，我看起来有点像外星生物哎。然后这上面还有这里都有这种像飞行器一样的东西，起飞。还有呢，我身边这个锆石黑的版画，它除了车身整体是黑的之外呢，你看这里还有油箱盖这里都有一种沙漠金的点缀，都不是那种土豪炫富金啊，这种金色还是有点点质感的。另外呢，不管低配还是高配，还有一种星光白的配色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车子的细节，高配用的是感应钥匙啊，然后摁一下。整辆车都是用的 LED 光源，现在这边的日行灯，它刚才是有一个流水灯的效果，近光灯在上面像个龙珠一样，下面是远光灯。下面这个高配版的仪表就有看头了啊，它给的是一个8寸的全彩 TFT 竖屏，这是国产车中第一个把屏幕竖着装的，这种装法呢还是很少见的。我之前在拉力车上看到过，像雅马哈的 T7。尺寸呢就跟我家里那个盖泡面的 Kindle 电子书差不多。屏幕下面啊，它还是有缓冲结构的。这个屏呢是把汽车中的一些中控功能，比如说 CarPlay、导航这些带到摩托车上。显示分为上下2个部分啊，上面显示常规，比如说速度、转速、档位这些；下面可以用到电话、听歌、导航这些功能。车联网的流量费目前是免费的。这边还能看到车子能实现运动、雨天、街道3种性格的骑行模式。仪表两边都有细细的灯带，在转向、爆转、换挡提示的时候呢，都会亮起来，而且还有呼吸带颜色的效果。另外呢，这辆800NK 还能通过手机 APP 共享数字钥匙，这样你和你的好基友就能一起共享这辆车了。那这个智能化呢，也算是800NK 的一个卖点。这个手把呢，看上去像是分离把，但实际上呢，它这一块是连在一起的。左右手把按键，右手把比较常规。那我们先来看，上面是双闪开关、钥匙感应，还有红色启动按键。这个启动按键它能一键打着，不像其他车需要长按几秒才能打着，有点像铃木的一键启动系统。左手把最前面是远近光、超车灯集成的一个按键，然后往上这块是一个定速巡航的设置按键。那官方给到的信息呢是定速区间4档40公里每小时以上，最高的定速呢是130公里每小时。这块占地面积很大的就是仪表的操作按键。那我们的车友群里呢，很多车友反馈啊，春风800NK 这个仪表还有按键操作很复杂。我们后面呢也会出对应的使用说明视频。下面是车子转向灯按键、红色喇叭按键，离合和刹车扭角都可以往前推、旋钮来调开度。这里不要误会啊，这辆车是带后视镜啊，但是我们现在这辆后视镜我搞忘了。油箱的护板是好几块拼在一起的，容积是15升。那它这个油箱还是用机械锁打开，所以不要过分的去依赖那个无钥匙，不然这辆车有可能会把你丢在路上的。油箱的右边呢有 USB 跟 Type-C 的双充电接口。那这里还能看到高配版的800NK 呢是配了原厂的钛齿，能够有效的防止车头晃动，减少死亡摇摆几率。前后坐垫用的是不同材质，前面像是麂皮，有一定的防滑效果，上面有 NK 的刺绣，还有一些三角形的压印。那后坐垫就比较简单了，还有一点点
稍微比前面会更滑一点。那这辆车呢，就基本上不考虑带人了，这个设计。然后它原来这里呢是有一根带子，现在可以把它收进去，放在这个后坐垫下面。800NK 这个后屏插式铝合金的，跟790上面那个加强筋外露的形式也是不一样的。然后这个后挡泥跟这块去连接在一起，当然会比在这里更美观一点，不过牺牲了点簧下质量。好，重点来了，这辆车最重要的发动机啊，790同平台发动机，直列双缸，799cc。那它的结构呢是285度的曲轴夹角，跟我们经常看到那种270度曲轴不一样。最大马力100.6匹，在9000转的时候爆发，最大扭矩81牛米，在8000转的时候到来，纯粹的性能取向。不过啊，这辆车是不带 TC 的啊，所以100多匹马力骑下来的时候还是要收着点啊。那实际的路面性能呢？790我们测出来100公里是3.4秒。这辆车能跑到什么成绩呢？可以关注我们实测中心后面的视频啊。主车架呢跟790的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，但是副车架就不同了，特别是这个位置还故意露出来，有种猛男露腹肌的感觉，这个设计还有点意思。前脸跟790的 WP 也不一样，这边用的是一个43毫米的 KYB 倒置前叉，左边呢是一个20段的回弹阻尼调节，右边是20段的压缩阻尼调节。那另外呢，它还支持预载可调，然后用这个圈儿箍着这边转就好了。那注意啊，左两边的这个预载要调到一样的程度，看外面这圈的一个圆线对齐就好了。前刹车呢是320毫米的浮动双碟，搭配西护的对向4活塞卡钳，镜像固定的。那这边的设计呢还有点特别，你看这边包括这个外壳呢做的是有点低的，看上去会减少点簧下质量。上面的话是直推泵，后减震支持预载跟20段的回弹阻尼调节。那后刹用的是西护的单向双活塞卡钳，配260毫米的单碟。那整个刹车是搭配了博士的 ABS。那这个车子刹车还有一点就是急刹的时候呢会触发爆闪。轮胎是马吉斯的 ST KTM 790上同款，但是官方在发布会的时候说呢，这辆车上这个轮胎是有做过配方的更改。具体规格呢为前轮12060-17，后轮18055-17。那我们现在上车看一下，这辆车座高是795，还不算太我们看的座高。后视场呢会有820的改装坐垫。车重是189千克，像我们刚才推车的时候稍微会有点重。然后我的身高是175，现在是两边前半脚掌着地。金三角这块呢，上半身微前倾，下半身也不算特别激进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听个响。